女人在登山时脚下突然一滑，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着万米悬崖坠落，陡峭而湿滑的岩壁上没有任何可以抓握的地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求生的本能让她在下坠途中死死抓住了一棵崖壁上的小树苗，女人这才暂且侥幸保住了小命。她悬在半空中，心脏狂跳不止，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云雾和深渊，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她尝试借助树苗的力量向上攀爬，然而崖壁的表面实在太过光滑，任凭她如何使劲，双脚都找不到一个有效的着力点，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徒劳无功。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她的体力也在迅速消耗，进退两难的她瞬间陷入了彻底的绝境。在极度的恐慌之下，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声呼救。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空旷的山谷嘶喊，希望声音能穿透这片密林，被某个人听到。然而她得到的只有山谷空洞的回响。在这里我们要提及到一个知识点，声音在野外复杂地形中的传播衰减远超城市环境。在城市里，树木、岩壁、沟壑，甚至茂密的植被都会像海绵一样吸收和折射声波。一个成年女性的呼救声，在这样的环境里，有效传播距离往往不会超过200米。她以为自己在拼命求救，但实际上那些承载着她求生希望的声音，可能还没来得及翻过第一道山脊，就被大自然无声地吞没了。因此，在野外遇险时，除非能明确判断附近有人，否则长时间的无效呼喊不仅难以引来救援，反而会急剧消耗宝贵的体能和水分，加速身体进入危险状态。就在女子因呼救无果而逐渐陷入绝望，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她一抬头看到了斜上方不远处被树枝挂住的自己的背包，一个念头瞬间点燃了她求生的希望。背包里有手机，手机是她此刻与外界联系、寻求救援的唯一稻草。然而，就在她的指尖即将触碰到背包的瞬间，意外再次发生。她脚下的一块碎石突然松动，整个人再度向下滑去。千钧一发之际，她凭借着平日健身锻炼出的强大核心力量和身体控制能力，死死地抓住了树苗，强行稳住了身形。经过短暂而惊心动魄的调整，她再次向上攀爬，最终在不懈的坚持下，她成功拿到了背包，并从里面取出了手机。他颤抖着双手，迅速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您好，福州110。我掉下水呀！快来救救我！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只能说出自己大概是在哪个山区，但对于具体的受困位置，他完全无法描述。这样，你把手机里的指南针打开，然后把经纬度告诉我们。找到了，找到了！就在他准备报告坐标时，脚底却突然打滑，手机也不慎脱手而出。好在他迅速拼尽全力，用双手扣住岩壁，这才侥幸没有滚落悬崖。虽然又一次侥幸躲过了致命的摔落，但那部唯一的救命手机却坠入了万丈深渊。此刻，他彻底丧失了任何自救的能力，只能将命运交给未知的救援。但万幸的是，那通至关重要的求救电话已经接通，救援中心也成功根据手机信号锁定了他被困的大致位置。在此，我们要提及到又一个知识点：手机定位在山地救援中的作用与局限。很多人认为，只要电话能打通，定位就会很精确。实际上，在山区手机定位存在很大的挑战。救援中心通常依靠基站和 GPS 进行双重定位，但这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误差半径可能达到数百米。这几百米的半径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圈，但在垂直方向上可能意味着3、4个不同的海拔层面，覆盖了山顶、山腰和山谷。一个坐标点其实际救援路径可能会因为地形相差数小时，所以如果被困者在报警时能描述出如一块独特的岩石、一个山洞或一条溪流等显著地标，将能极大的缩小搜救范围，为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接到警情后，当地山地救援队火速集结，指挥部里队长正在部署搜救方案。前指人员渣渣辉、名都、百万、胡德惠。被困女性掉下悬崖后曾主动报警，但随后通联中断，判断有第2次受伤的可能。救援时间紧迫，第一组由冰淇淋带队沿东面吊水岩向上搜索，第2组由我带队从正面登天梯向上搜索，第3组由天马带队。你们的行进路线是西面绝望坡。有人吗？装备组由赢家咖啡大山组成，带起高空救援所有装备。中继站设在望乡石，人员为月光、旋律，保证3个小组搜救信息沟通顺畅。晴空、小廖、胡狼，你们作为支援，立刻驱车赶往山顶白云洞附近进行搜索，并等待其他3个组的搜索信息，必要时给予支援。这段调度指令中堪称山地搜索救援的典范。首先，所有队员都使用代号，这是为了在信号不佳、通话可能断断续续的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识别和响应，避免因姓名相似而产生混淆。其次，设立中继站。有人会问，被困者手机都有信号，为何还要中继站？
这是因为手机信号只是在那个点碰巧有而广阔的山区地形复杂，山体遮挡极易造成对讲机信号断连。中继站的作用就是作为信号中转，确保指挥部各搜寻组与装备组之间的通讯畅通无阻，保障情报实时传递。最后，3组人马采取了侧翼包抄加正面突破加高位俯瞰的立体布阵。这种战术布局能最大限度地覆盖垂直落差巨大的复杂地形，提高搜救效率。为了加快进度，救援队还紧急出动了无人机进行高空勘察。然而天公不作美，山区天气说变就变，倾盆大雨突然降临，雨水冲刷着岩壁，让原本就光滑的崖壁变得更加湿滑，也大大增加了女人的失温风险。她只能拼尽全力紧绷身体，将自己更紧地贴在岩壁上，哪怕一丝松懈，都可能迎来粉身碎骨的结局。然而在队员们高强度地搜救了数小时，所有人都已体力透支，却始终没有找到女人的踪迹。我是冰激凌，一组已经前进到燕家附近，不要发现被困者，晚点。我是林瑶，我已经到达垫脚石，没有发现。阿力，我是天马，搜索3组已到达过盖顶，没有发现被困者。完毕。中继转达，3组现在位置靠近锅盖顶，没有发现。完毕。时间1分1秒过去，搜救行动一度陷入僵局。就在此时，一名细心的队员在石头缝里发现了一根掉落的登山杖，靠着这个关键线索，众人成功缩小了搜救范围。结合无人机的高空搜索，救援队终于在一处极其隐蔽的崖壁上找到了那个已经体力濒临耗尽的女人。但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如何把她从悬崖半空中救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设锚点，左江救人？我们没有装备，无法设置锚点。你们俩做人体锚点，我下去。在这段对话中提到的人体锚点是本片最为沉重的一个词汇。人体锚点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风险极高的最后手段，它意味着2名队员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固定支点，将安全绳绑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体重、力量和意志去承担下方救援队员和被困者的全部重量，以及任何可能发生的冲击力。它的可靠性完全取决于这2名队员的体能和意志力。这是一种将生命托付给队友的极致信任，也是救援人员在危急关头奋不顾身的抉择。然而他们随身携带的2根路绳加起来总共只有40米，长度不够直接下到女人的位置。救援队员来不及等待装备组，他决定冒险，将绳索暂时拴在一旁一棵看起来比较粗壮的树枝上，准备先进行徒手攀爬，接近被困者，稳定他的情绪。千万不要慌，我们马上来救你！把你们带的延时3地用锁都给我。各小组注意，星空已经接近被困者，但救援设备和人员不够，请装备组和其他各组加快速度予以支援。在后方队员火速携带更多装备赶赴现场的同时，救援小伙已经开始了他的行动。他每一步都小心翼翼，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虽然身上绑着安全绳，但这个临时的单树木锚点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树枝断裂，后果不堪设想。但他眼中没有半分胆怯，为了给被困者带去希望，也为了给后续的救援争取时间，他主动承担了最大的风险。面对前方一处陡峭的断崖，他果断地纵身一跃。跨过最危险的一段后，他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很快在崖缝位置找到一处可以放置岩塞的新锚点。仔细固定好这个临时点位后，他继续朝着女子的位置缓缓移动，距离越来越近，女子眼中的绝望也逐渐被希望所取代。然而，就在救援小伙来到他身边，准备为他穿戴上安全装备的瞬间，深陷恐惧的女子本能地伸出双手，死死地抱住了他。这突如其来的重量增加以及女子挣扎时产生的冲击力，瞬间传递到了刚刚固定好的那个临时锚点上。只听咔的一声，岩塞从岩缝中脱出，两人同时向下一坠。这场崖壁生死救援不只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运气博弈，更是体现专业才是为难时的底气。人生亦如这险峻的深山，意外总是猝不及防。我们既要敬畏大自然中潜藏的凶险，更要对生命常怀一颗敬畏之心，做好充分准备，学习科学的自救知识，也要对那些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逆行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正是这群专业的搜救队员，用他们的经验、胆识和无畏的奉献精神，在绝境之中为普通人托举起了那道名为生还的希望之光。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平凡英雄。